北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是近段时期俄乌战场最值得关注的焦点，而战力彪悍的车臣军则是最大的看点。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车臣部队在东乌地区再立新功，在俄军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卢甘茨克最后一个重点地区北顿涅茨克实际上已经被俄联军大部分占领。这个城市一丢，也就说明俄罗斯将占据卢甘茨克州的所有大型城市，乌军腹地门户洞开，俄军将以此作为据点继续向东乌深处反攻，乌军将遭受致命打击。当前北顿涅茨克可以说是整个东乌地区最激烈交战地域，双方围绕该城市进行激烈的争夺和巷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这几天视察了战况激烈的东南部地区。位于北顿涅茨克以南，这里部分区域被俄联军刚刚占领。泽连斯基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利西昌斯克看望了那里的军人，他听取了战况汇报，并且向军人颁发勋章。这是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之外的第二次公开前线视察。但是泽连斯基的到来并未使战局好转，乌军的反攻只是昙花一现。几天前，为了给泽连斯基献礼，乌军在北顿涅茨克地区拼尽全力，集结了一支部队对城内的俄军进行反攻。刚开始把俄军打懵了，但是回过神来的俄军迅速依托炮兵和空天军对反攻的乌军进行打击，同时召集车臣部队和 DNR 部队进行反突击。乌军反攻夺得的市区的一半地段在俄联军的猛攻中瞬间丢失。车臣部队和俄军乘胜追击，趁势发动大规模进攻，将乌军一直赶到了城郊地区。而由于乌军先前投入的反攻部队损失惨重，已经不能再次发动反击了，只能在城郊地区确保防守。乌克兰卢甘茨克州长谢尔盖·海达伊给自己找补说，在俄罗斯开始用炮击和空袭把城市夷为平地时，留守城内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正在守卫北顿涅茨克，不能说俄罗斯人完全控制了城市，实际上俄军已经把市区全部占领了。车臣部队在巷战中大显神威，此前车臣部队在马市巷战和卢比日内巷战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而且后续又在东乌地区缴获了大量的美元武器和粮食，包括大批量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可谓是富得流油。根据车臣士兵巷战小组拍摄的视频看，车臣部队现在机枪装备的数量非常多，一个不到10人的小组装备3挺 PKM 机枪，此外还有数支火箭筒，这些武器常常在巷战中打得防守乌军抬不起头来。PKM 机枪是枪械大师卡拉什尼科夫在上世纪60年代研发的 7.62 毫米通用机枪，发射莫辛纳甘同款子弹，射速为每分钟650发。PKM 在制造成本、可靠性、重量、火力持续性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该武器仍然作为前线步兵和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车载武器使用，并且还广泛出口，并在其他几个国家获得许可生产。中国也曾仿制过这款机枪，称之为80式通用机枪。在巷战中 PKM 的优点是威力大，火力持续性强，这是不折不扣的巷战神器。7.62 毫米口径子弹毁伤效果要比 AK 系步枪强，而且 PKM 机枪的超大弹容量可以使车臣士兵无需担心换弹。这款机枪有200发的弹药箱，火力持续性远非步枪可比。经常在视频中看见车臣士兵抱着 PKM 持续不断地扫射乌军，更有甚者，有的车臣士兵直接挂了个300至400发的超长弹链都拖地了，直接前出掩体对乌军进行射击，无视机枪后座扫射，点射乌军，对乌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可以说机枪在车臣士兵手中是玩出花来了，巷战再度大显身手。当然，如果遇到坚固的掩体，车臣部队士兵会持续射击掩体，压制乌军，使其无法还击。然后旁边的几个车臣部队士兵会手持几个筒子，轮番轰击乌军藏身的掩体，
使用高爆弹、云爆弹、破甲弹连续猛轰。乌军在这种打击下伤亡惨重。俄媒表示，俄联军的猛攻让乌克兰卢甘茨克州长海达伊恐惧，以至于他表示不得不撤退。但他撤离前虚伪保证道，撤军不等于永久放弃这座对控制整个顿巴斯盆地至关重要的城市。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车臣部队的赫赫威名吓破了胆。战况激烈的东乌战场下一步的局势发展究竟如何？这仍需一些时间去拭目以待。